毫不夸张地说，《藏海传》是肖战的演技大赏和炫技之作。这里的炫技不是指刻意炫耀，而是演员个人实力的全面展示，无可挑剔，拿任何奖项都实至名归。我们今天不多聊基础标准，主要聊人物难度和独创性。首先，大家评价一个演员表演能力的基础标准是什么？是有流量或者没流量吗？不，是身台形表。这4个要素中，其他要素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感受，但台词好坏是相对客观的。我什么手脚都没动，就是我命不该绝。在古装剧大量使用配音的当下，在高达 90% 的戏份占比和巨量台词的情况下，肖战坚持采用难度最高的古装剧同期声，台词现场直出，没有给别人留一点质疑他实力的余地。声台形表，我认为他早已过关，所以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直接切入重点，藏海这个角色的演绎难度有多高？什么又是人物的独创性呢？藏海为报家仇学艺10年，他有2项厉害的技能，堪舆术和纵横术，同时他还是一个骗术高手，善于揣摩人心和伪装。对付不同的人，他会戴上不同的面具。在骄傲自负的平津侯面前，一方面证明自己有才能有价值，一方面表现得害怕且顺从，来证明自己好掌控。在庄儿面前则是另一副模样，是掌控感很强的幕后操盘手。在地位尊贵的永荣王爷面前装攀附权贵的贪官，在内阁首辅赵秉文面前装正直清廉有理想的后起之秀。他把变脸这套玩到极致。马车对峙那场戏，他先向平津侯表忠心示弱，发现对方根本不吃这套，立马道出自己的真实目的，虽然也是骗人的。刚进侯府，他毫不掩饰眼神中的机敏和野心，他想让杨真感受到威胁，从而对自己主动出手。在被庄二揭穿身份时，剧本上写着藏海像毒蛇一样死死盯着对方，肖战就真的演出了这种感觉，非常准确。因为藏海一直在伪装自己，所以肖战需要在不同的人设和反应间不停切换。我们都知道电视剧篇幅长，没有时间像电影那样磨镜头，拍摄的时间线也是打乱的，他需要提前把每一场戏的逻辑和前因后果都捋清楚，否则会混乱。更难的是，这个人物总是带着7分真3分假，还有很多戏中戏。肖战的表演往往有几重目的，他得让观众看出来他在人前做戏伪装，看出来他的心理活动，但又不能表情幅度太大，让对方的角色看出来，因为这不符合逻辑。在微表情的处理上，肖战的表现之精准，堪称教科书级。比如密室这场戏，背后是父母的人皮，对面是仇人。藏海在讲这句台词时，表情变化细微，似乎没什么变化，但屏幕外的观众立刻 get 到他的潜台词，他不是要别人死，而是要坐在对面的平津侯死。那是他的命，敢拿侯爷的东西，他必须死。又比如跟老皇帝相认这场戏，藏海谈起满门被屠的往事，哭得像个受尽万般委屈的孩子，无比心酸，但也有一点故意做戏的成分。因为他此时有求于老皇帝，他知道君王无情，但想尽可能激发对方的愧疚和怜悯之心，有演的成分，但他此刻的委屈又是真实的。就像他师父高敏教他的，真正的高手往往用实话骗人。诸如此类的戏中戏还有很多，剧中有10几场哭戏，每一场哭的都不一样。对比过往的同类型题材，藏海这个角色的难度最高，甚至除了肖战，我都想不出谁还能驾驭这么复杂的角色。说了这么多藏海的伪装和复杂，我们就会很容易想到一个问题，一个复仇者真实的心理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仅仅是运筹帷幄和报仇雪恨的爽感吗？一个活生生的人长期被仇恨裹挟，长期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，还要跟仇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必然是压抑和痛苦的。一个对死去的家人有非常浓烈的思念和愧疚，并把报仇当作人生唯一目的的人，往往有很强烈的自毁倾向。这一点很多同类型剧的主角都没有表现出来，肖战做到了，这就是人物的独创性。你会觉得他的角色是有血有肉的，让人心疼的，看的时候代入感很强。藏海爱把自己的生命当赌注，说明他骨子里的疯狂和自毁倾向。
他其实是一个很高傲的人，不屑于权谋争斗，但他膝盖很软，随时下跪。为了复仇，尊严这一类的东西早就被抛掉了。其他复仇主角有各种外挂，藏海只有烂命一条，无数次以命相搏，赌赢了固然好，赌失败了大不了一死。使命感推着他向前，然而内心万般痛苦，早就不想活了。他是行走在阳间的孤魂野鬼，孑然一身。当平津侯嘲讽藏海为了复仇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，满脑子阴谋算计，藏海瞬间破防，屏幕外的观众也跟着破防，恨不得把手伸到屏幕里捂住平津侯的嘴，拍拍藏海的肩膀。藏海的性格底色终究是善良，因为善良所以痛苦。你看，像平津侯这样的人，对土藏海满门这件事就不会有任何愧疚之心。大多数复仇权谋戏，观众更多是在享受剧情反转和大仇得报带来的爽感，而藏海传很多观众看到后面会不由自主同情起主角的命运，这是肖战的表演带来的。在复仇路上，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心，师傅让他不可对任何人表露真心，真心即软肋，是复仇路上的阻碍。藏海是伴着仇恨长大的，没有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他逼迫自己无心无情，可一次平常的团聚都能让他感受到巨大的幸福，可见他骨子里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从这里开始，藏海的人生不再只有复仇，还有守护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美好画面收进心里，患得患失起来。这里没有大表情和撕心裂肺，唯有真情流露，一个眼神远胜千言万语。导演说这场戏其实是临时加的，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场戏。除以上这些，亮点还有很多，我们再挑2场戏来看看。在这2场戏中，肖战甚至演出了不一样的面相。在平津侯面前是咄咄逼人的毒蛇，梦到母亲时，藏海的面相却呈现出一种幼态，仿佛回到10年前，以稚奴的身份面对母亲。你不应该在这儿，谁让你回来的？快走，不许再回来了！娘，我不走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娘，听娘的话，不，快走！娘，哥哥，你走吧。哥哥，稚奴，走吧，走，走。为什么你们都要赶我走？我不想回去，我不想回去，我不想回去，我不想回去。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表现出这种幼态，让他在陈妍希面前痛哭，一点都不违和。但肖战就是神奇的做到了。2个场景的妆造几乎一样，没有任何辅助手段，靠的是对人物的理解，对微表情的把控和一种灵魂附体式的极致入戏。我不妨回忆一下很多演员在一部剧中的表现，做一下对比。如果说重场戏和名场面，每个演员都有几场拿得出手的，但像肖战这样高光密集，爆发戏好，日常戏好，对手戏也好，每一个细节都如此到位且精准到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的却非常稀少。当年轻演员在大剧中挑大梁，与老戏骨对戏，往往会出现演技被压制的情况，这很正常，大家都能理解。从业10年和从业30年的成熟度肯定不能相提并论。之前有几部不错的剧，大家对此都比较宽容，年轻主演也凭借这些作品拿到了演技大奖。而肖战这种超级大顶流所面临的最严苛的审视和舆论环境，是不允许他比老戏骨差的。只要一点点差距，就足以让他面临铺天盖地的嘲讽。而这一次在《藏海传》中，他和老戏骨们有大量的对手戏，一点都不逊色，堪称势均力敌，跟老戏骨拼实力，肖战一点都不虚。肖战不仅在《藏海传》贡献了非常优秀的表演，又在后来的电影《德贤景致》中贡献了更高水准的表演，让更多人刷新了对他的认知。《藏海传》和《德贤景致》这2部作品是前后脚拍摄的，时间间隔不到1个月，肖战就做到迅速摆脱藏海的影子，成功塑造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，很多观众都没认出来是同一个人，无疑是他迈入实力派行列的有力证明。众所周知，很多演员想要摆脱已经塑造成功的角色和固有表演模式，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或巨大的外形改变。如何突破自己，对很多老戏骨来说都是难题。我们也看到近些年很多演员去演身体有残缺的角色，
以此证明突破性，证明自己可以演出不一样，这种方法其实会容易一些。但肖战没有选择这条路，他用藏海和莫德贤这两个角色证明了他对不同角色、不同题材的高水准驾驭能力。快走步，再看一会儿，爸爸就能得力气了。无论是身台形表的硬性标准，还是角色完成度、表演难度、独创性、突破性，还是作品本身的热度、口碑和文化输出价值，整个2025年都没有男演员比得上肖战。他凭借藏海和莫德贤拿奖都是没有争议可言的。在刚刚举办的几个主流奖项荣誉活动中，我们看到肖战已拿下2个提名和 SMG 视帝，成为第一个与主流男主奖正式接轨的90后男演员，也成为接下来3大奖的热门人选，与一众老戏骨同台竞技。像他这样饱受偏见的大顶流，遭遇过那么多非议，这次提名拿奖居然没有什么争议，同行们亦为他鼓掌，受到行业的认可，就知道他在2部作品中的表演多么出色了。我觉得今年对肖战来说会是一个新的台阶，也是他职业生涯黄金时代的正式开启。很欣慰，中国影视圈并非后继无人，有像肖战这样沉下心来打磨自己的后生存在，既可以在大剧中挑大梁，又自带超高的关注度和流量，其实是好事。影视行业的本质是注意力经济，现在整个行业面临危机，不是内斗和排除异己的时候了，需要跟 AI、游戏、短视频抢注意力，扶持本身自带关注度的新生代实力派，整个行业也会受益。期待肖战可以拿到更多的好剧本和好机会，期待后续更多的好作品。